怪楼，它是一个全封闭的普通民居。怪楼不仅外形奇特，它的内部结构更是超乎了一般人的想象，诡异而且烧脑。关于怪楼的传说很多，真正进去看过的人很少。里面真的好恐怖，好恐怖。像那个门不是这个门哦，它一排，好像钻地洞一样，每一个门都一样。等一下你找那个门来出，你找不了，找不到哪一个门，里面又黑黑的。就是黑的。传说怪楼的主人曾经亲历过战争，并认为未来还会有一场大的危机到来，他要躲在这座楼里，希望能够从世界末日中生存下来。另一个说法很浪漫，说楼主是一个80岁的老人，盖这座房子是为了献给自己18岁的太太。还有人说他像是从宫崎骏的动画里走出来的。那麼樓主究竟是怎麼樣的一個人呢？我細嗰時見過呢個溫先生，佢嗰時香港翻嚟，哇着身白衫白褲好咧，但係佢喺元朗嗰邊賠到嗰啲地啊，攞到好多錢啊，香港啊攞好多錢翻嚟。樓主姓温，叫温耀光。龙岗同乐人，他早年到香港发展，负责给人看地。后来由于老板举家迁往国外，便将土地转送给了温先生。他在后来香港的土地征收中发了一笔横财，由此发迹。出生于上世纪上叶的温先生经历了2战，在那个普遍使用泥砖和瓦片盖房的年代，他使用昂贵的钢筋和水泥盖楼，就是担心战争再一次爆发，提前为自己建造坚固的城堡。这座楼是大约在上世纪70、80年代开始盖的，据说首期投资就是50万元，即便在今天，这也是一笔不小的数字，更何况在月收入只有几十块钱的70年代，那时普通人家的存款也只有几百元。这么大的投资数额，让这栋房子当时就成为了大家议论的话题。随后一车一车的水泥、钢筋不断地运进村里，这更是震惊了村民。因为那时候水泥和钢筋的购买都是有限制的，所以这栋楼在当时就很神秘。村里人只知道这是香港老板在建的房子。怪楼并不是一次性建成的，它从修建开始就没有中断过施工。据说是因为风水先生说楼盖完的时候就是这位楼主生命结束的时刻。另一种说法是风水先生说只要楼一直施工，温先生的财源就一直不断，所以这栋楼盖了10几年，一直到温先生过世。怪楼外形酷似碉楼，据说刚开始只有2层，后来一点点加盖，而且这个建筑没有图纸，是温先生指挥着一帮工人修出来的。怪楼高25.6米，地下有2层地下室，地上9层，一共11层。让我们现在就进去看一看楼的内部。这是由侨报融媒制作的怪楼内部 V2 全景，我已经把链接放在了视频下方的简介里面。怪楼1层更具有防御性的功能，一开门就看到水泥浇灌的三角形楼梯，还有类似射击孔的洞。现在有2条路可以选择，左手边是去地下室，右手边是去1楼。我们是从这边正门进来的。左手边脚下有一个方洞，它显然不是放鞋的。我们现在下去地下室，这是从1楼去往地下1层的过道，这个空间非常狭小，而且很黑。我们现在进去地下1层，我们是从这个门进来的，这里有可以从地下室向外瞭望的洞。这栋楼是完全没有楼层概念的，房间之间也不在一个水平面上。地下室是有2层，但是 V2 没有提供地下的情况。但是有进去过的人形容说，下面入口就是一个深不见底的坑，可能是储水的，也可能是一个埋伏，或者是通往外面的地道。这里就是地下室的入口，但是现在下不去，我们去1层。这里是1楼的过道，楼道里面有各种射击孔、瞭望口，这个空间特别像积木、榫卯一样拼凑起来的。这里有一个高台，我们现在站在高台上面看一下整个空间。楼道整个空间给人感觉狭窄逼仄，
让人不由自主地产生恐惧感。在我们背后就有一个可以藏身的地方，或者它也是可以通到楼下地下层的。现在我们下去就来到了1层，我们现在可以走，左手边是去往2层，右手边是去往1楼的夹层。夹层石板上面的洞是可以下水，另一方面搬开，我估计是可以下到地下室的，非常窄。楼里面的电线和水管都是埋在水泥墙壁中的。我们现在走过来了，从这里过来的。看这里是一个夹层，这边就有一些窗。这些地方是可以养鸡、养鸭。这个地方啊？对，这个楼是可以自给自足的，它有储水设施，能养家禽，楼上还能种菜。楼上？对，而且这个夹层还可以藏人，你藏在这里，你不了解这个空间，藏在这里是找不到你的。它有多种功能，是不是？是。它整个这一层空间就是这么大。它的楼道整个给人感觉狭窄逼仄，这种有窄道、陡坡、转折，还有不可见的空间的处理，就极容易让入侵者产生视觉上的封闭，造成方位上的误判，并且会产生恐惧感。你有没有觉得有一点可怕？是有一点。这个是2层，楼梯是左右脚的，既节省空间又节约材料。楼梯既窄又陡，而且只能容1个人通过。如果有多个敌人来袭，能有效地减慢他们上楼的速度。这里还有一个小平台，敌人上来可以双面夹击。现在就进入了2楼，这是一个生活空间。你看，有沙发，有桌子。还有，然后这上面有一个洞，这就是从3楼可以到2楼。你看见这里有脚踩的楼梯，1个、2个、3个，到这里可以脚踩到这个桌子，就可以到2层。它上下是有地道的，是可以互通的，而且它有非常多的储物柜，只有储存物品的。怪楼的家具、隔间、储物架等都是用混凝土浇筑出来的，像是长在楼房中一样。我们现在去2楼的厨房，这是2楼的厨房。你看厨房也不大，它这里有这种通风口，又可以通风，又可以采光，又可以作为瞭望口，可以看到外面。这里是厨房。储物柜非常多，都是用水泥浇灌的。从这里进去就可以看阳台。这是一个小卧室，这个木头板上有一张小学奖状，是2008年的，因为这个楼10几年前还是有人住的。这个木板后面是一个卧室，它是在2011年被华裔地产公司收购了。我们去看阳台，去2层阳台，这边阳台的窗就比较大。这个应该是正面还是后面的？应该是正面吧，正面。所以2楼是一个比较完整的生活空间，有卧室、厨房、阳台。我们现在去3楼，这个楼梯是红色的，并且倒了圆角。他可能是考虑到自己会磕碰到，或者是单纯觉得这样好看。从这里上去啊？对，只有这一个入口，从这里上来了。看，非常小。这是一个死角，去往4楼的楼梯不在这里。它设了有2道门，但是这里的窗明显变大了，变长了。它不像楼下那个瞭望孔很小。这里有2道门，这里有1道门，这里转角也有1道门。这里是3层，既是会客厅，也是豪华餐厅。这里有个藏身的地方。你看这里有一个洞，这个洞你说它是不是一个射击口？这个洞是直指着2楼，我认为它不是一个下水道。这里有一个设计成问号的红色的座椅。对。然后这里就很宽敞很明亮了，有大排的窗。怪楼的总面积将近600平方米，每一层都设计得很低，平均1.7米，1.7米以上的人进来都必须弓着身走。所以温先生的身高应该在1.7米以下。这里都是那个椅子吗？是可以坐着的椅子。后面是什么？后面是那个出水还是什么的？这后面是空的。空的。有可能也可以储水。这是一个餐厅，
我们从你看见它这个堵住的洞啊，这个正方形的洞，这是能从楼上到楼下，刚好在这里。哦，这是一个有一点欧式风格的开放性厨房。我们现在回到了客厅，去到楼梯口，然后这里去卧室，3层的卧室，卧室在这里，这是一个小的洗手间。洗手间这么小？看，我们是从这里进来的，楼梯口进来的。这个是3层吧？还在3层。这是3层有2个独立的空间，这是储物室，放东西的一个空间。一个是餐厅，然后3层还有浴室。这个房子给人感觉没有止境、没有尽头的感觉，是不是？这个房子给人感觉永无止境，你几乎看不到完整的边界，极少有门，它甚至洗手间都没有门。洗手间，整栋楼完全找不到一个安静私密的角落。到现在我也还没有看到一个真正的卧室。是。他说那个是卧室，但是我感觉不像卧室，这是卧室，哪里有卧室呀？应该是那个转过来。他说是这个卧室，但是我一点都不感觉这是一个卧室。这上面是一个能从4层通往3层的地道。这里是3层小型的储物室，里面很明亮，墙上有很多暗窗，这些暗窗既有采光通风的功能，又有防御性，可以向外瞭望，又不被敌人发现。现在去往4层，又回到了楼梯口。还有4层啊。所以3层是2个独立空间，一个是去客厅，一个是去卧室。这里是上去。上楼梯，对。这里就有楼梯。你看，多复杂，这个空间非常小，但是非常复杂。这到处都是有这种射击口一样的、瞭望口一样的。这是4楼，我们从这里看上来的。这里是左右手。到了4层，你可以去2个空间，2个方向。我们先去4层的入口，看入口进来就是一个水池。水池哦。4层是一个豪华的浴室，并且是彩色的，墙上涂的是蓝色，配有红色点缀。这2种颜色搭配醒目而鲜亮，想必楼主应该是一个热情而开朗的人。去一下4层大厅，在这个里面就总是有一种迷路的感觉。这里是对，这里是有一点找不到方向的感觉。4层你看，这里是有一些，我们是从这里进来的。这里是水上世界，整个1层都是浴室。这些浴室不仅可以泡澡，还能储水。楼主为什么要把这1层都建成浴室呢？我猜想，温先生在香港生活多年，而香港是极度缺水的。香港3面环海，淡水资源匮乏。在1938年，香港甚至开始实施治水制度，人们只能到街头的公共水管排队接水。一直到1963年，香港遭遇了100年不遇的严重干旱，连续9个月滴雨不下。治水制度从每天供水1次变成每4天供水1次，而且每次供水才4个小时。有时为了争夺水资源，甚至会爆发械斗。水务局还劝告市民每2周洗1次头发，用啃苹果替代刷牙。学校为了让学生少出汗，甚至停止了体育课。楼主经历过这一切，所以回到家乡，终于用水自由了。而且这些浴缸还可以储水，以备不时之需。小浴池。这是唯一见到的一个具象型的一个小雕塑，就是这个天鹅。它整个楼都是用这种几何形体，这是唯一的一个具象型的一个小雕塑。这里能进去吧？能进去，但是不能从这里过。我们从另外一个，这是4层叠水池。这里是什么？也是一个澡堂。4层是一个水上世界，充满了水。这里是有花花的。对，这里有山水。这里看起来很明亮，你看这2个像沙发一样，然后下面是水，然后这里是楼梯，这既是2个沙发的扶手，也是一个楼梯，去往一个卧室。这是一个8角亭，然后四面有这个瓷砖，有美女图，有昭君出塞，有西施浣纱。瓷砖画落款有1983年的字样，可见怪楼应该始建于70年代。我看它像一个淋浴间，
会不会上面放一个水龙头，对，冲凉？我感觉是这样的。这是个八角形不封闭的，然后这里有一个洞，这个洞可能是人踩在里面。你看这里有一个洞，这搬开应该是能去到下楼下。这个是不是下水道？这我认为不是下水道，下水道它有那种小圆孔，不是下水道。在这个叠水池里面有一个下沉式的卧室。哇，这个地方好神秘的哦。他说这是卧室，我就不知道它床在哪里。这个很显然又是一个可以上下通行的地道，上面还有遮挡的水泥板。它所有的家具都是水泥浇灌的。我觉得他们说的卧室就是这些吧，应该。这里怎么睡得下人呢？这里呀，睡不下人的。这里依然是一个澡堂，依然是一个浴室。看，这里面进去看一下。又到叠水池了。这个空间非常容易迷路。太神秘了，觉得。你看这个空间多么复杂，哇，非常复杂的，全部都是几何形体拼凑起来的。你看它这里机关重重啊！你看这里，哇，还有上面的。你从5楼跟下面4楼是中空的，看得到的。你有没有感觉像我们去过的旅顺口的那个监狱啊？它每一个空间都没有私密的，它都知道怎么能够看到另外一个空间，然后从一个空间怎么到另外一个空间。这个温线上是有过精心设计的。这里又有一个藏人的地方，都是有功能的。你从这个顶你就能看到这个下面这个位置有多小。下面有去5层，这是5层。你看，从这里进来的，到了5楼，整个是红色，它漆的是红色，这个是绿色的瓷砖镶上去的。在2012年，深圳有一个建筑设计师冯果川和他的团队在这个楼里工作了3天，绘图加建模，总结出来这个楼一共有11层。在这之前，怪楼到底有多少层一直是一个谜，没有人能够说得清楚这个楼到底有多少层。因为它一层里面还有副层。冯果川团队他们还做了一本书，并且把它带到了2013年的城市双年展上一个展会。这里就是种菜的地方，它又可以养家禽，又可以种菜，都完全可以自给自足。在这里就可以看到风景了。这我们进来的那个路。这里是6层。6层，你看这是一个储水池，对，储水的，很像一个花的镜。这个储水储满，据说可以用1个星期，够这个楼里用1个星期，就包括洗澡啊、冲凉啊、日常用水。瓷砖上是楼主留下的文字，从诗句中可以看出楼主应该是个豁达通透的人，感觉有警醒告诫后人的意愿。然后这里是6层浴室，这个楼里充满了浴室，感觉这副对联大概是描述楼主当时的心情和状态。楼主历经世事，衣锦还乡，晚年应该是很幸福的。快到楼顶了。楼顶了吗？对，快到楼顶了。上去才能看到哦。这个应该是储水池的中间部分，然后去7层。这里是蓄水池的顶部，上面是圆的，这边依然也可以种菜，它可以种菜的地方也不少哦。是。你看，我们站上去看一下，看，这是一个圆的天井，这可以到观景平台，这就到了体平台。这里就来到了最顶层，据说这个楼并没有完工，这个铁的框架应该是没有完成。站在这里可以俯瞰整个龙岗老街区。怪楼在龙岗老街上的虚渡街，虚渡街的虚是南方地区对集市的称呼。龙岗老区曾经是深圳龙岗区最繁华的地方，虚渡街就属于当时虚市的主街。你拍到的老房子都在这周边。对，这个方向来的，对。看过怪楼，让我深刻感觉到一个人对于战争的恐惧。楼主清楚地知道战争来时会发生什么，因为这座楼针对战争的设计太具体了，充满细节，从防备敌人入侵到个人的生存，方方面面考虑到了极致。这不禁让我好奇，楼主在何时何地经历了战争的哪一个时期呢？我们不妨来推测一下。根
根据邻居说，温先生寿高100多岁，出生于上世纪上叶，由此推算，温先生大约出生于1910年前后。他到香港发展，必然是在青壮年，大约1930年左右。那这段时间发生了什么呢？1938年10月21日，广州沦陷。之后，日军很快发现，从香港经深圳转运到内地的抗战物资极为活跃。于是1个月以后，11月22日开始进攻深圳，4天以后26日，日军占领深圳，造成大量难民逃入香港。1941年12月8日，日军在偷袭珍珠港大约6个小时以后，开始攻打香港。香港在经历了18天的保卫战后，终告失守，在12月25日下午投降。当天正是圣诞节，因而被称为黑色圣诞。由此开始了3年零8个月，长达1300多天的日战时期，香港有史以来最为黑暗的岁月。日本在12月8日清晨进攻香港，12月18日晚登陆香港岛。第一步就是掐断水源。日军在占领黄泥涌水塘和大潭水塘后，拆毁抽水设施，使供水系统逐渐瘫痪。怪楼有巨大的蓄水池，此外还有多个浴池，就是应对断水。接着就是食物短缺。为了缓解人口压力，日本在占领期间执行归乡政策，或强迫或欺骗，令大量市民归乡。在归乡途中，人们饿死、病死不计其数。日军还以人口普查为名，害死大量平民。到了1945年，香港的人口由1941年的161万人跌到60万人。战后发现马鞍山、乌溪沙、墨鱼洲均有万人坟，所以楼主很清楚，有一个能够藏身的堡垒多么重要。怪楼里可以观察外部，可以抵御入侵，可以反抗，更可以逃跑。再接着就是饥荒。1944年，战局对日本逐渐不利，粮食供应日趋缺乏。日战政府索性取消定额配给制度，任由市民饿死。香港甚至出现人吃人事件。根据70年代无线节目《当年今日》所描述，当时的人食人情况相当普遍。这一切楼主应该都经历了。了解这个背景后，就完全能够理解为什么楼主会在楼里养鸡、养鸭、种菜，为什么会做那么多的水泥储物架。当然，以上都是我的推测。楼主已经过世多年，他留下的这栋怪楼，无论从空间上的设计，还是从建筑的创造性，它无疑是教科书级的宝藏。从这栋建筑里可以看到楼主这个人和他所经历的这段近代史，让人身临其境地了解到和平的宝贵。怪楼当年是要被拆掉的，冯国川团队为此做了很多工作，最后令它被列为了保护建筑。华裕地产也在规划将怪楼所在的龙岗老墟更新为多元文化的露天博物馆。